现在我手上的就是索尼最新发布的全新主机 PS5 Pro。哒哒 ！PS5 Pro 将会是继 Xbox XS 之后性能最强的游戏主机，同时也会是索尼这个时代最后一台游戏机。下一台游戏机呢，可能就要等到2027年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来一起看看 PS5 Pro 到底升级了什么，画面的升级明不明显 ？PS5 发售4年，游戏的阵容怎么样了？以及最关键的 PS5 Pro 现在到底值不值得买？索尼主机一般在整个生命周期里面会有3台机器，就比如说首发的初代 PS5，现在应该还有很多小伙伴在用吧。在10代中期呢，一般会发布一台轻薄改款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开箱了 PS5 Slim， 当时就有跟大家说，后续一定也会出一个 Pro 机型，但是应该不会挨得太近。那果然呢，在1年之后，我们就见到了它。和 PS4 Slim 升级到 Pro 一样，这一次最大的升级都在画面表现上。官方宣称 GPU 性能提升45%，光线追踪能力提升了2到4倍，还推出了自己的超分技术 PSSR。这一期视频里面也会带大家详细的看一下，到底这个画面的提升有多大呢？不过好消息是，这一次连黄牛都不炒了，我的这一台到手价6080，比我当时买初代的 PS5还要再便宜。为了给大家搞清楚这一次的升级到底值不值，必须第一时间买回来给大家做视频。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包装呢是黑色的，之前的 PS5啊它是白色的，就是光驱版，黑色的是数字版。这个盒子上面呢也写了，这一次的 PS5 Pro 目前就只有不带光驱的数字版，然后这里还会有一个大大的 Pro 的标志。之前的初代 PS5 这里会有一个 8K 的标，不过当时的 PS5 呢仅支持 8K 的图片和视频浏览， 8K 的游戏呢是没有的。这一次的 PS5 Pro 反而是有了 8K 的游戏， GT 赛车7不支持 8K 游戏吧，但是它又写了个 8K 标，真有 8K 游戏的时候呢，它又不标了。据说这一次是索尼悄悄撤掉的。大家还记得自己买的时候上面有写什么吗？为了给大家验证一下这个 8K 到底如何，我直接买了一台 8K 的电视回来，这不得3年给我回扣血？那么我们就直接进行一个箱的开。首先打开这里，左边是手柄，跟之前比没有什么变化。这边呢就是一些线 ，HDMI、电源线，还有 Type C。这里面就是个躺放的支架，我一直都很想吐槽来着，这个东西真的很容易搞丢。打开这里面的话，就是机器的本体啦，当当，哇哦，哇塞，帅耶，真的是3条杠。哎，它这个重量。点一点，感觉好像跟 Slim 差不多。Slim 是1条线，它现在变成3条线，这样我有点想起来，就是当初 PS4 Slim 升级到 Pro 的时候，就从2明治变成3明治。而且还有一个我非常关心的问题，就是它这个盖板终于不再是拼接的了。都不知道那个 PS5 Slim 它上面这一个光滑地方已经被磨得超级花了，而且真的很容易沾指纹。PS5 Pro 的这个上盖呢和 Slim 的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的，所以说它不能通用。为了多卖这个盖板啊，索尼真的是太努力了。索尼最大。这次外观上面呢，除了这3道杠以外，还是一样，就是在盖板上面的这里有一个镂空的 PS 的标志，反面的这个角落呢，还有一个凸起来的圈叉3角方块。前面这里呢，还是非常熟悉的开机键，然后2个 Type C 的接口。后面的话就是一个 HDMI 的接口，但是这一次呢 ，HDMI 的规格还是没有变的。旁边这里就是一个网口，然后接着就是2个 USB 的接口。咱们这台机器呢是港版的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插头还要接一个转换头。然后再掏出我们的老机器，你们看这个高度其实和初代的 PS5 是基本上一样的。那比起 Slim 的机器，真的会有一种性能十足的感觉。大家觉得这一次外观怎么样呢？我是真的有点无法理解，为什么这个会需要一个竖放支架？我用 PS5 的这几年里面也没见它倒下来过呀。然后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这个光驱了。新的这个光驱竟然已经炒到1200了，简直就是离谱，好吧？不过这一次我打算直接拆东墙补西墙，把这个 Slim 的光驱给换过去。你看哈。轻轻将盖板从主机上提起，轻轻，哦，有戏。笑死！哒哒，还是老样子，就这里它会有一排卡扣，所以说你从后面掰你是掰不开的哈。而且这里面呢，我还发现一个商机，大家现在也可以去看一下 PS5 Slim 光驱版和数字版的价格。看到这个视频，你赶紧去闲鱼买100个 PS5 的光驱版回来，然后再把这个光驱给拔下来，光驱跟数字版分开来卖，一台呢你就可以含泪血赚400块钱。但这里面也有个问题啊，卖这个光驱之后，这里不就没盖子了吗？你还得再买一个盖子。所以说我特地还查了一下，淘宝上面买一个盗版的呢是30块钱一个，前后到付的话也能赚个350。大家快把天才发到弹幕上。
噔噔，这边要先进去，因为这里也是一个倒扣，然后这边再把这个触点给对上，看，装好了，再把这个盖板给盖上去。OK， 这就已经装好了。噔噔 ，PS5 Pro 光驱版，我看现在这个时间呢，现在是11月7号的晚上7点30，让我猜猜看，这会不会是 B 站第一台 PS5 Pro 光驱版？不过这一次的升级可是被玩家们给骂惨了。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贵，699美金，它是怎么定出来的价格呀？你是真敢要啊？2017年你卖2999，你是唯一真神；2024年你卖5000多，那你是生死难料。而且这竟然是不带光驱的版本哦。光驱再加上一个竖放支架的话，可以再加上个100刀，比起 PS4 Pro 翻倍的提升。这一代的提升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。这一次的升级基本上都在它的图形性能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 PS5 Pro 启动。PS5 Pro 在玩支持增强模式的游戏中，会有新增2个画质选项，一般是画质保真 Pro 模式和性能帧率 Pro 模式。在之前 PS5 最大的问题是，大家总需要在画质和帧率之间2选1。不知道大家平时玩游戏开帧率模式还是画质模式比较多？反正我算是真是玩不了一点，我一定得开帧率模式。但之前很多游戏如果是开了帧率模式，甚至连光追都没了。那这一次的 PS5 Pro 就是希望玩家在玩的时候有 4K 60再加画质的完整体验。如果你也想看一下 PS5 Pro 的帧率，你可以找到一台能显示刷新率的电视，在开启 VRR 时，电视会同步游戏帧率。实际测试中，开启保真 Pro 模式，帧率会比之前更高，光线追踪会有更强的表现。比如剑心之前的帧率模式和分辨率模式都有点用不了好了。帧率模式画质呢会有明显的劣化，远一点的地板、山体都用了更低的贴图。分辨率模式只有30帧，打起来我甚至按不出闪避。所以之前玩剑心一般都是用平衡模式来玩的。而这回在 PS5 Pro 里面呢，你可以在画质选项里面多看到 Pro 和 Pro Max 选项。Pro 的话其实相当于就是帧率模式和平衡模式的结合。以前是平衡帧率和画质，现在是又有帧数又有画质。帧率上面和之前的区别不是很大，但是画面提升会非常的明显。近景的地板、主角的贴图、远处的障碍和箱子都会比 PS5 更加细腻。再切回以前的平衡，会看起来像是蒙了一层雾。其他的游戏也给大家一起展示一下区别。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啊？我感觉很多画面真的就是大家一起来找茬的区别。最大的优势可能也就是把帧率模式和画面模式合二为一了。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8K。首先呢，我们在这个设置里面打开屏幕和视频，在这里有个分辨率，你看了，这里其实最高也就只有2160P，还没有 8K 的选项。首先我们先到这里，那如果说这里你能看到4320P 的话，就意味着你这个设备是支持 8K 60的输出。确认好了之后，我们再返回这个允许 8K 输出，记得给点上。我现在是已经打开的状态。回到主页之后，我们点一下这个截图键。在这个截图的这个设置里面呢，有一个 8K 截屏，我们也把它打开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打开这个无人升空。看到没有？这是什么震撼的数字？7680×4320，好陌生的数字，我的天！弹出这个角标的话，就证明它是支持 8K 输出的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到底区别大不大？这进来怎么跟过曝了一样啊？哇，您刚才截取的第一个 8K 截屏，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有点像是拿那个奖杯一样。如果我要以 8K 显示截屏，您正在使用的这个功能将会停止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想看 8K 的图片的话，那我就要把游戏关掉。我刚刚又试了一下，我感觉这个 8K 的感知十分的不强，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个游戏的原因。但是刚刚我也试了一下，就是打开 GT7，但是呢，它根本就没有办法以 8K 运行。我现在打开。你看右上角的，刚刚显示的是 4K 60。这次的时间比较赶，还有很多部分没有来得及测试，后续还会给大家出详细测试的。不过作为玩家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必须要发声了。我想说，看完这一次 PS5 Pro 的升级，我本以为是我太穷了，消费力更强的欧美市场应该能够轻松拿下吧。结果我去看了一下油管评论，好家伙，老外喷的比我们还要凶。这里其实反映了现在主机厂商的很多困境。一方面是现在开发游戏确实非常的难，随着画面的进步，开发成本呈几何倍的增长。另一方面呢，是索尼真的
不争气。在缺少竞争对手的时候，索尼确实可以摆烂运营。看看近几年战神啊、地平线啊这些都已经算是做得不错的了，但索尼坚信服务型游戏才是暴金地的未来，重视去做自己不擅长的多人竞技。结果最强游戏技术力的工作室顽皮狗干了好几年了，现在还没赢呢。今年新名特工更是重量级啊，搞了一堆什么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在一起套壳乱斗。身为团队游戏，最大的特色竟然不是战斗体验，而是丰富的非二元化人设。Come on, let's go! 开服14天就停服，保质期不如冰箱里面的鲜牛奶。这种传说级别品质的游戏 ，IGN 评分竟然只跟黑神话差1分，只能说现在游戏行业有些地方真的是烂透了。新名特工9月6号停服 ，PS5 Pro 10号公布价格，惊人的699刀。我很难想象这个售价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一份没卖出去的新名特工。软件如果能挣钱，硬件价格都好说。做游戏亏麻了，只能在硬件上面狠狠干。索尼真的不知道只提升画面不出新游戏没用吗？今年索尼自己也说，有一半的 PS 用户还在坚持使用 PS4。但是索尼就是知道，假如你明年想要爽玩怪物猎人、GTA 6，就需要一台最强的游戏主机，还得是 PS5 Pro。索尼根本就没想着拉新，就是狠狠的找老玩家包金币。只能说，作为玩家的我们用金钱投票。每一个没有支持新名特工的玩家，都是在阻止游戏行业变成离谱的样子。每买一份你喜欢的游戏，都是在选择游戏行业未来的方向。希望索尼真的还记得 PS5 发售时它的口号：一切为了玩家。好啦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一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和回血哦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